就这样不动啊，来正常喘气。每个人的一生都会跟麻醉医生打交道，麻醉医生全国大概有10万人，可能需要达到30多万人左右，极度紧缺的状态。麻醉医生的培养周期又很长，这也是导致了我们这个职业过劳和猝死率高的一个问题。我是一名麻醉科的主治医师，也是《深呼吸开始麻醉了》这样一本科普纪实的作者。高考的时候是立志要学医的，当时选麻醉也是因为觉得麻醉这个工作很轻松，大家会觉得说麻醉医生给我打了一针我就睡过去了，非常平稳的过程。实际上不是这样的，患者从清醒进入到麻醉，你的意识逐渐消失，自我调节能力逐渐减弱，需要外界来给你生命提供支持。可能上一秒我在处理他的血压的问题，接下来他心率又出现了问题，外科那边开始大出血了，我要给他快速的补充血容量，还要考虑到这个手术已经进行了多长时间，去计算我要给他输多少液体，要保证不论在哪个区域，这个患者都是安全且舒适的。一般会把麻醉分成3大类，一个叫做静脉麻醉，第2类叫做全身麻醉，它在整个手术过程中是没有意识的。还有一类呢，就是我们说的半身麻醉，在背上给孕妇做一个穿刺，然后我们会放进一个导管，这个导管呢会持续的泵注一些麻醉药物。我们国家现在无痛分娩率还是比较低的，一般就30%左右在公立医院。很多人说啊，我排不上号，其实也是因为我们人手短缺。还有一个叫做区域阻滞，手骨折了，这里给你打了一针，然后我整个手没有知觉了。7点半到达我的手术科室，一天我们大概有3到4台手术，然后中午的话会有老师来换你出来吃个饭，那么到晚上的8、9点。每个外科医生可能1周有1到2个手术日，但是我们每天都是手术日，我都一直处在精神高度紧绷的一个状态。我们常常说，外科医生跟麻醉医生是一个战好友兄弟。我们麻醉医生能够做的保证就是我能稳住，你接着开。外科医生开刀碰到了一些问题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冲上去，保证患者都是安全的。那是一个巨大的腹腔肿瘤的患者，那台手术我的确是叫停了。我说因为没有血，麻醉医生就是守最后那个门的那个人，我们要保证这个患者能够活着下手术台，能够顺利的苏醒。最近几年麻醉相关的死亡率已经降到了1/1000000以下，经常开玩笑说麻醉发生死亡的风险可能比麻醉医生猝死的风险要低。有一次我记得我跟我的老师抱怨，我说我真的干不动了，麻醉医生平均做一个决策只有10秒的时间，这个工作都会把你塑造成一个很雷厉风行的人。久而久之，我们有些同事就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，会一个应激的状态，他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心脏方面的问题啊，包括猝死，甚至是。我们科有130多名，但是我们要应对不仅仅是外科，还有内科、专科，工作的内容越来越多，我们的人手却越来越少。我愿意在这个工作里面去接着做，就是因为你会知道你的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。有一个患者是一个老太太，她胃病很多年，经常做胃镜，以前她就是硬生生的吞下去，非常难受。然后直到我当时给她做了一次无痛胃镜，她醒来之后眼泪流出来了，然后握着我的手，她说：“哎呦，我一点都没有什么感觉就做完了。”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工作存在的意义。希望大家来医院，我就是来看个病，这个过程中我不会有任何的不舒服，这是我们所有医务工作者希望达到的一个状态。